好，趕快來關心石油大戰，現在正式的開打了。最新消息，阿聯他決定要退出 OPEC 會不會因此跟着瓦解呢？會不會有更多的國家決定要一起退群呢？接下來我們來看到說，為什麼阿聯會突然間決定要退群，跟川普有沒有關係？是不是在幕後操盤，希望能夠壓低全球的油價呢？因為油價的問題早就已經反噬到美國內部對於川普的支持度了，而美國現在內部外食價格竟然漲幅高達了42%，川普當然急着想要解決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剛剛提到的，阿聯突然就是說他要退出，不管是 OPEC 組織或者是 OPEC 加，時間點剛好是在美國現在內部面臨到的油價、通膨跟美伊對抗的問題，所以跟美國在背後高人指點有沒有關係呢？如果真的 OPEC裡面呢沒有了阿聯，甚至是沒有更多的國家跟着要退群的話，全球油價接下來會怎麼走？會不會走入一個無秩序的競爭狀態？在這樣的情形下，美國會不會借這個機會來扶植新的能源聯盟呢？來對抗目前由俄羅斯主導的 OPEC 加的體系呢？這個是第二件事情，我們會來關心。第三件事情，我們來看到，在這一場戰爭之下，賺飽的是美國的石油巨頭，每一秒鐘竟然狂賺$3000，但是底層的美國民眾現在呢，是因為通膨的關係創下25年最高，說連吃個烤雞都快要吃不起了。那麼現在川普如果想要降低油價來救選情，真的做得到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川普打不贏伊朗，難道現在是對盟友來下手嗎？我們剛剛講到說，美國現在內部面臨的各種問題，最大的原因就是油價狂飆，美國內部通膨非常的高，在這個關鍵的敏感之際，我們來看到的是美國最關鍵的盟友之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宣布了，5月1號開始，那很快哦，就是明天了，他會退出石油輸出國的組織 OPEC 以及呢 OPEC 加這兩個重要的組織。要知道這兩個組織到底有多重要呢？帶觀眾朋友稍微看一下哦。光是 OPEC 成員國，他們原油產量就佔全球的1/3，OPEC 加更是掌握全球50%的原油產量。換句話說，阿聯如果退出了這個組織的話，等於是退出了掌控全球50%的一個石油組織。那麼其他國家會不會跟着要一起退出呢？接下來的影響，我們來看到哦，就是他們這個 OPEC 體系如果退出的話，核心領導人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了，掌控的石油也非常的多。那麼接下來退出的話 ，OPEC 內部會不會有裂痕呢？這也是要做關心的。再來就是石油的油價會不會跟着波動？最後是俄羅斯所主導的 OPEC 加的平衡會不會因此被跟着打亂呢？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也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現在阿聯突然間要退出這樣子的一個組織，有沒有可能是美國在背後操盤？委員怎麼看？這當然有可能啦。就是說，我們大家熟悉國際政治就知道 ，OPEC 跟 OPEC Plus 其實長期以來就主導了全國的這個原油價格的定價的能力嘛。它怎麼決定定價呢？其實就是經濟學頭最簡單的供需關係。我增加產量，我的價格就下跌；我收縮產量，我的價格就提高。所以長期以來，當然 OPEC 跟 OPEC Plus 是掌握了這個能源市场的原油的定價權吶。但是我要講的是說，你說阿聯這次退出了這個 OPEC 或 OPEC Plus， 是不是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我相信會哦。那但是這個影響有多大？我覺得可以做後續的觀察，因為不是沒有人退出過，卡達跟安哥拉以前就陸續退出過，所以阿聯酋只是第三個退出來的哦。那麼，但是我要回過頭來看，就是我無法理解阿聯酋為什麼會去做一個這麼蠢笨的決定哦。我看了這個案例，我難以想象，就是說，這有太多面向哦。這個阿聯酋做這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哦。第一，他變成穆斯林世界的公敵了哦。他選擇去擁抱以色列，選擇去這個跟隨美國老大哥哦，選擇背叛了這個海灣國家，所以阿聯酋從此就是穆斯林世界的公敵了哦。然後第二，我不斷的強調說，中東的這些海灣國家，他們就是一直希望能夠找一個保全公司來保護他們的財富，讓他們繼續可以吃香的喝辣的過着人上人的好日子。所以過去他們選到的保全公司是美國，就沒有想到選了美國這個保全公司之後，發現保全公司不但沒有給他們帶來安全，卻帶來了仇家。所以呢，這個仇家呢就把
海灣國家當作附帶損害了，他們這次又莫名其妙的被打了一頓。所以呢，在這個情況之下，那你就要去再選一家保全公司啊，也許不是這麼大的哦，看起來武力不是那麼強的，但是至少你要選一個仇家少一點的吧，這基本邏輯吧。所以沙烏地阿拉伯就選了一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仇家也不就是印度了哦，那印度滿打滿算大概也不會打到沙烏地阿拉伯去。可是我覺得無法想象的就是為什麼阿聯酋要選擇以色列去當他的保全公司，去簽一個這個亞伯拉罕協議，要把鐵穹系統引過去。他難道沒有想過有一天美國真的拍拍屁股，就像這個川普說他就回去了，中東就剩下他們的時候，他該怎麼辦呢？當伊朗跟這個以色列這種世仇不斷的打下去的時候，阿聯酋馬上就會成為另外一個重大的附帶傷害咯，就是以後這個伊朗在打以色列的同時，也順便打阿聯酋啊，反正都是你以色列的地盤嘛。所以我無法理解，就是你明明你就是應該找一個仇家比較少的保全公司，結果你現在找一個仇家更多的保全公司來保護你，到底能夠保護你什麼？然後第三我要講的是，外界會認為說，阿聯酋退出來之後呢 ，OPEC 就沒有辦法操作 ，OPEC Plus 操作的力道有限，就像我剛才講到的。但是關鍵問題來咯，現在有2個關鍵問題。第一，外面說美國策動阿聯退出 OPEC， 那麼阿聯就可以開始增產哦，因為它在 OPEC 體系裡頭，它要受到約制。就大家是用同樣的策略來進行石油的生產哦，可是呢，大家有沒有想過一點？現在全球的油價上漲的原因，不是因為石油供給量的多跟少，是因為美國跟伊朗都封鎖了荷姆茲海峽，這才是關鍵。我好奇的點是，好啦，你阿聯酋現在就算退出來了，你現在明天拼命生產石油，你運得出去嗎？你要從哪裡運出去？告訴我一下，這荷姆茲海峽被2道封鎖。就你拼了老命生產石油都運不出去，那你更不要講說，如果這場戰爭平息下來了，以現在 OPEC 跟 OPEC Plus 就算減掉了阿聯酋，它仍然佔了這個世界石油生產的很大的份額。對，也許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一言九鼎呼風喚雨，但是對這個石油來講，它的操控的能力還是存在的。那最後一個我要講的是阿聯酋做的這件事情會在整個海灣國家造成以美論就整個海灣國家 OPEC、OPEC Plus 這些國家就開始在想，你美國在列解我海灣國家了。那你更不要講說沙烏地阿拉伯了 ，MBS 就算送川普一架飛機，也不見得能夠容許川普在中東把原本整合在一起的這個一塊鐵板，把它變成4分5裂。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這個阿聯做了這樣的一個愚蠢的決定，馬上就會帶動中東的地緣政治勢力的全面洗牌了。好，所以阿聯做這樣的決定，現在不排除背後的高人指點就是美國。那順便呢，確實這個海灣國家現在可能會對美國越來越感到警戒是不是美國要分化這個波灣國家？那有沒有可能有另外一個原因？美國之所以今天要做這樣子的一個動作，是因為想要對抗俄羅斯主導的，我們剛剛提到的嘛，俄羅斯現在主導的是 OPEC Plus。那岳老師要怎麼解讀？我的解讀跟我們委員的這個方向可能有一點不一樣哈，因為我是這幾天的話來看到阿聯酋，首先我會認為這個國家的話呢，他最近的決定都是反反复复的了啊，一個就是要準備派兵，大家記不記得阿聯酋準備派兵要直接這個跟伊朗作戰的啊，然後的話呢，阿聯酋的話呢又跟以色列合作要搞什麼鐵穹啊，什麼對不對？那大家也不要忘了阿聯酋的皇太子，這個上個禮拜不久的話。也到達北京去訪問，同時的話呢，我記得如果我沒記錯，應該是習主席還特別強調非常重要，就是說我們要遵守國際的法，不能夠合則用，不合則棄。大家記不記得這句話？所以我覺得阿聯酋接下來的話呢，他發布了一個消息，就是說他認為呢，目前在他們的國家的賣石油的流動性就是 cash flow 啊，有問題。有問題的情況下來講的話呢，遇到必要就是美國提供它的流動性，如果美國不能夠提供流動性的話呢，那麼它就要用人民幣計價。所以說從這裡面整體的訊息來講的話呢，我覺得呢，阿聯酋從 OPEC 退出來的話呢，第一個呢，他覺得 OPEC 的用處對他國家的利益來講不大因為這裡面最主要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說因為現在實際上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原油輸出國是美國啊。不是這個波斯灣了，大家要搞清楚啊。那麼，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呢，美國會覺得 OPEC 原來的話呢，要穩定它的產量跟它的價格，這個功用的話呢，都不如以前了。那另外的話呢，就是說這裡頭的話呢，也確實滿足了阿聯酋的一個做法上，因為伊朗這邊的話呢，他強調通過荷姆茲海峽的話，中國可以通過的同時，只要從伊朗出去的石油都要以人民幣計價。那大家前陣子有沒有想過，這個阿聯酋本身在想要希望讓自己的，因為這個石油，尤其是這個阿聯酋的石油，對他們來講是國家的命脈所繫。
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他就是要準備做好，就是如果在 OPEC 裡頭的話呢，就不能夠不用美元計價，就石油美元的掛鈎，所以他就是要能夠開放，讓他自己能夠有機會，而且實際上他也知道，美國是最大的原油輸出國，跟它的同質性很高，而中國是最大的原油进口國，那他要掌握這個市場。那另外的話呢，就是說。我覺得那個阿聯酋的這個皇太子呢，他會這個針對於阿聯酋做這個決定，他確實是能夠影響到原來 OPEC 的團結的形象的目標，因為現在的中東局勢很亂，但是我覺得美國本身控制中東的原油市場，在目前為止的話還是非常強的。你看俄羅斯的油要賣掉的話，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川普的這個決定，俄羅斯賣油很困難，但俄羅斯現在笑得哈哈的了，因為油價上漲了嘛。好，所以有可能是這個阿聯他決定要獨立自主用人民幣計價來自己去賣油，這是另外一個我們在揣測有可能發生的事情。那其實我們也來看到，其實在這一場的這個石油大戰之下，現在造成世界上非常大一個問題，就是賺錢的這些巨頭們賺非常多的錢，盆滿缽滿，但是我們看到美國老百姓受苦受難啊。現在來看到這個差別到底有多大？先來看，光是全球的這個6大石油巨頭，每一秒獲利3000美元，6家公司在這場戰爭獲利940美元呢，其中3家都是美國的企業，包括了這個雪佛龍跟這個艾克森美孚等等的知名企業。剛剛說了嘛，美國老百姓則是受苦受難。美國的財務狀況創25年最差，外食平均價格暴漲42%。紐約的部分就暴漲了43%，布魯克林，我們來看到畫面上這個烤雞哦，半隻現在多少？40美元，換算新台幣1200元。美國民眾喊說，真的都快要吃不起了。現在這個對比，幹哥怎麼看？這是很直接的，你知道？大家知道嘛？你看美國人他一定要吃什麼？烤雞，他每天的主食麥當勞、肯德基，你會覺得說，哎，那個都垃圾食物。對不起，垃圾食物是他們的日常。可是你不能給我一下子，不是一隻哎。你以為聖誕大餐啊，整隻火雞都端上來？不是，半隻烤雞啊，那個是一個家庭大概一餐正常的量，這半隻要多少錢？要1200塊台幣，也是40美元。這個已經太離譜，太超過。你知道為什麼？因為這個餐廳老闆啊，他莫名其妙被嗲上了這個網絡的論壇上面被公幹。為什麼你？因為他在布魯克林區是非常有名的餐廳，就那家餐廳就被抓上去了啊，就說來為什麼來講一下，為什麼你的烤雞是什麼？它是黃金辣醬嗎？為什麼要半隻就要40美金呢？這麼貴？我告訴你，如果像這樣子的烤雞，在我們中國的話哈，要大概40美金可以買3隻全雞，對不對？它竟然只有半隻而已。那原因是他說，我告訴你，我賣40美金。我根本沒賺錢，為什麼我沒有賺錢？因為我的置辦成本就這麼高。我的餐廳開不久，大概還不到1年，但是我的這個成本要50萬美金，也就是說我裝潢的成本。然後呢，我跟我的同行們現在都苦哈哈的在過日子。我已經賣到了這個40塊美金那個半隻雞，可是我還是沒有賺到錢。我成本壓抑很可怕，因為我扣掉我的這些應該支出的項目之後，我獲利有限，就是非常有限。他說很多朋友都笑我說：“哎呀，你這種餐廳老闆啊，你是不是到周末都會跑去漢普頓斯度假？漢普頓斯是紐約有名的海濱觀光景點。他們說他們這些公子哥兒都會去度假。他說並沒有，我現在。到了禮拜6、禮拜天了，我要在餐廳裡面幫忙洗鍋、洗盤、擦地板，這是紐約現在的實際狀況。所以為什麼它的這個食物的價格可以漲到43%？那就是等於漲一半了嘛。我今天想請問你一下，如果是在我們華人社會裡面，不要說漲一半了，漲10%，我們就跑到店家去理論了，對不對？對。紐約人沒辦法，他們只能吞下去啊。然後就反射到最新的這個消息，你看聽得紐約人快氣死了。他說，6家主要的世界上的石油公司的老闆跟 CEO， 他們現在都躺着賺。為什麼躺着賺？就是因為拜波斯灣戰爭之勢，好，有個美伊戰爭之勢。為什麼油運不出來，對不對？包括埃克森美孚啊、殼牌、雪佛龍這些美國企業，1秒鐘
賺10萬台幣1秒。然後呢，他們現在做到現在為止哈，他們已經賺了940億美元，10兆台幣，嚇死人。對。哦，3兆，對不起，3兆台幣。3兆台幣，他短短幾個月之內，他就可以賺到3兆台幣。那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這些公司能夠賺到這麼多？然後呢，你今天老師講一句，他轉嫁到的不僅僅是美國人民，其實我跟各位講，受創最慘的是菲律賓，是亞洲國家。我們台灣也受到一點波動，我相信中國大陸也一樣，就是說他們發現他們的原物料上漲，原物料上漲之後，他們的那個置辦成本都變高，都墊高，更不用講美國本身的家庭的那個生活消費指數都变高，然後問題是你的薪水並沒有增加，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戰爭還不結束的話，那個油價我可以跟各位講哈，絕對降不下來。剛剛我跟委員聊天，委員說他以前當學生的時候，1加侖0.99美元。對啊，現在1加侖0.99，对，现在1加侖我們上次講過4美元，很貴了。對不起，在加州現在是6美元。還有7美元的，所以我跟各位說，老實講一句，那個人民就是很苦，在那邊撐着，所以我不曉得這個戰爭到底要打到幾時才能夠讓人民解除痛苦。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